注意看，女人的血被接了满满一碗，随后又将其全部倒在了地上。紧接着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地上竟然长出数朵洁白无瑕的莲花。传闻莲花代表着富贵吉祥。此时，双姬留下一句财源滚滚，相信今后的日子定能事事如意，八方来财。围观的百姓看见这一幕，大吃一惊，都认定女人是个妖怪，决定要将她活活烧死。恰好此时，一个小伙刚好路过，他拦在花妖的面前，表示他就算是妖怪，可是人家又没有害人，为什么非要烧死他？可是自古人们就对妖怪精怪心生畏惧，所以不管他们有没有害过人，只要被人们发现，就都想将其除之而后快。但小伙依旧在为花妖说好话，可是这一举动非但没有说服村民，反而激怒了众人，最后直接将小伙给赶了出去。没办法，小伙只能另辟蹊径，他跑到村头点燃了草垛，想要来个调虎离山。很快，村民们就看见村头的浓烟，大家都纷纷赶去救火，而小伙则趁这个时候悄悄将花妖给救走了。两人躲进了一座破庙，为了报答小伙的救命之恩，花妖就打算认他为主人，今后日日陪伴在他的身边。小伙听了以后连连摆手拒绝，表示自己乃是佛门俗家弟子，和女子在一起实在不便，更何况你还是个妖。听见这话，花妖又伤心了起来，原来就自己的恩人和那些村民们一样，都嫌弃自己是个妖怪。小伙则连忙解释，自小师傅就告诫过他，不可接近女色，白天救他的时候抱了他，这已经算是犯戒了，若是再带花妖上路，师傅肯定会怪罪他的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屋外传来了呼救声，随后一个背着一堆捉妖法器的胖子跑了进来。经过一番交流才知道，胖子和他的师傅在路上遇到了一群法力高强的妖怪，可师徒俩会的都是些三脚猫的功夫，但为了掩护徒弟，师傅还是硬着头皮和妖怪们火拼，结果却当场领了盒饭。胖子现在极度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就想和小伙结伴前往大禅寺，谁知半路上胖子由于内急，就去到一旁方便，可此时他身上的捉妖铃却响个不停，片刻的功夫，胖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两人闻声赶来，却不见胖子的踪影。正当小伙不知所措时，花妖则在一旁发现了蛛丝马迹，他已经知道该去哪里寻找胖子了。天黑以后，花妖就带着小伙来到一座小楼面前，只见花妖对着门轻敲3下，随后里面就钻出一个小矮人。原来此处乃是妖室的入口，花妖怀疑胖子是被妖室的主人给带走了，但是小伙是个人类，看守的矮人根本不肯放他进去。好在花妖用灵玉作为贿赂，两人也成功进入到了妖室。这里是妖怪的乐园，凡人通常是无法进入的。随后他们见到了妖室的主人，果真在这里看见了喝得醉醺醺的胖子。然而当妖室主人看见小伙后，就察觉出此人的身世不一般，